1949年4月，林总率领的第4野战军渡过长江，追击国民党白崇禧残部。4野一路上势如破竹。同年10月，人民解放军便攻陷国民党临时首都广州。就在林总准备一鼓作气，准备3天之内收复香港的时候，一向主张已将圣勇追穷寇的毛主席却发来电报，让他止步深圳河。此举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要知道，我党一向主张废除列强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不久前，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以美国承认并援助新中国为条件，换取我们遵守条约。中共这边尚且断然拒绝，更别说香港还是近代一切耻辱的开端。中华民族想要一雪前耻，不是更应该收复香港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吗？不仅我们这么想，当时的英国人也是这么想的。半年前炮击紫石英号的时候，中共那叫一个不留情面，怎么可能放过香港？比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就在议会上大放厥词，中国想要收复香港，就先从老夫尸体上踏过去。当时的港督葛量洪更是做好了当末代港督的准备。可想象中的收港之战并没有发生。不久后，葛总督的办公桌上就送来了中共的3项和平条件：只要日后香港不用来从事反华活动，不驻扎旨在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外国军队，并保证中方赴港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香港就依然可以保持现状。这3项条件让原本惶惶不可终日的英国人喜出望外。跟英国在香港的利益相比，这点条件根本不算什么。葛量洪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我党不是一向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吗？为什么毛主席要在香港问题上网开一面？港澳两地不同于内陆其他地区，他们长期脱离祖国的统治，那里的人民对祖国的认同感并没有内地那么深。澳门自明朝中期之后就被割让给了葡萄牙，距离新中国成立有将近400年的时间。香港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割让给英国的，距解放战争时期也有109年了。那里的老百姓深受西方文明熏陶，人民的思想跟内地存在巨大的差异。这就好比2个失散多年的亲兄弟，虽然彼此之间依然血脉相连，可是分居两地那么多年，很多观念格格不入，时间长了难免要闹矛盾。而且当时又是建国之初，群众革命热情比较高涨，老百姓张口闭口就是推翻旧世界，打倒资本家。港澳两地的同胞听到这些话，难道没有想法吗？与其如此，还不如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给港澳两地同胞一个缓冲期，让他们对新中国有更多的了解，日后回归的时候也不至于惊慌失措。此外，港澳两地虽然被殖民多年，但那里的同胞并不如内地那般的水深火热，相反，当地的生活水平要比内地高出许多，因此他们对殖民者的感情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般切齿痛恨，自然也就不会那么乐意被解放了。关于这些问题，毛主席早在1946年在延安接见美国记者的时候就有所谈及。当时西方记者问毛主席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如何，而毛主席的回答则是：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嘛？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日后的事实证明，毛主席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香港这个地方真不是那么好管理的，就算给了半个世纪的缓冲期，香港回归之后尚且闹出了这么多幺蛾子，要是当时就回归了，指不定会发生点什么事呢。更为关键的是，我们有的是时间等待条件成熟的那天。香港距离中国大陆仅仅隔着一条深圳河，只要我们愿意，随时都可以把红旗插在维多利亚港，甚至都不需要出动军队，只要断掉它的淡水供应，香港霎时间就是一座死城。因此，香港问题就算拖延一些时日，也不会像台湾问题那样最后脱离掌控。既然如此，又何必急于一时呢？除了在内政上条件不成熟之外，放弃收港，更多的还是外交上的考量。渡江战役之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曾跟我党的前线高层有过一次不欢而散的会面。司徒雷登提出，只要我国恪守过去签订的卖国条约，美国就会放弃国民党承认新中国，并且可以给予中国适当的援助，帮助我们恢复经济。对于司徒雷登伸过来的这根貌似优厚的橄榄枝，毛主席断然拒绝，并且还写了一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刊登在报纸头条，以示与美国决裂。然而打心底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央高层
并不希望真的与这个全球霸主闹翻，毕竟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引入外部资金恢复经济。跟美国闹翻，就是跟当时最为富裕的西方闹翻，在国际上对我们是很不利的。奈何美国的在华利益实在是太大，蒋介石一纸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基本上把能卖的都卖掉了，美国问题没办法像香港那样可以折中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争取西方世界二把手英国的好感，也不失为一种补救措施。英国是曾经的世界霸主，虽然现在没落了，但它在世界上依旧有着远超其体量的影响力。况且英美两国还有着特殊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它或多或少影响美国。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暂时放弃收回香港，确实可以收获英国的善意。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伦敦方面就宣布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英国也因此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要知道，那时候距离中英子石英号事件才刚刚过去半年，英国人能冒着触怒美国的风险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可见其投桃报李之心。不仅如此，保留香港的特殊地位，还可以让它成为我们打破西方封锁的一个突破口。当时负责对外贸易工作的中共谍王潘汉年曾对此有过高瞻远瞩的分析，军队不宜进驻香港，理由是美国执行杜勒斯的封锁政策，上海、天津、青岛等港口城市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几乎断绝，如再收回香港，则这唯一通向国际社会的贸易渠道将会被封闭，共和国出现急需的军事物资和唯一的外汇收入渠道也必然断绝，对于香港而言也必将成为死港。因此在一定时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国人暂时管辖乃是上策。事实证明，潘汉年确实是有先见之明，后来英国人还真就通过香港这个中转渠道给我们卖过很多西方世界的禁运物资。从英国人手上我们弄到了很多当时国内急缺的物资，比如机床、发动机、盘尼西林等等。朝鲜战争期间，爱国商人霍英东通过香港这个中转渠道大批的给朝鲜战场的志愿军运送物资，英国人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知道，当时的英国可是联合国军的一员呐。然而中英之间的眉来眼去，却让一个国家倍感不悦。别误会，这个国家不是美国，而是苏联。对于中国明显是想留一条后路的做法，苏联是非常不爽的。在苏联眼里，这个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就如同东欧那些卫星国一样，是必须服从于苏联利益的痉挛。这种跟西方人偷偷摸摸勾手指头的行为就是背叛。那时候的苏联虽然披着共产主义的外衣，但内心里奉行的却是沙皇俄国时代的大国沙文主义。沙皇俄国时期对于中国的领土野心，苏联是一个不落地全都继承了过去。在抗战胜利后不久，苏联就利用蒋介石当迫于打内战的心理，以不支持中共并转让东北大城市为条件，逼迫蒋介石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仅让外蒙古脱离中国独立，还窃取东北的铁路主权和旅顺大连这两个温水不动港。渡江战役期间，斯大林又发来电报对我军渡江横加阻挠，还说什么强行渡江会有亡国灭种的风险。我军渡江后，就连美国人都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人家司徒雷登都识相地留在南京，等待与我方谈判了。可苏联大使馆却跟着国民党一路跑到了广州，这到底是几个意思？苏联这种做法让毛主席等人很不高兴。正是出于对苏联的疑虑，高层冒着触怒苏联的风险，才默认了渡江前委跟美国人的接触。要知道这么大的事，渡江前委是不可能瞒着中央进行的，所以这里面一定有中央的默许。中共跟司徒雷登私下接触的事情，第一时间就传到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耳朵里。那时苏联人心里就泛起了嘀咕，你是不是想脚踩两只船？但碍于两国和气，苏联嘴上并没说什么。后来听到我们放弃收回唾手可得的香港，苏联也顾不得什么脸面不脸面的了，直接指挥手下的小弟攻击我们，竟然容许殖民地存在。可毛主席并没有管国际上的风言风语，依旧坚持让香港保持现状，目的就是为了日后中苏翻脸的时候还有一条退路。不得不说，毛主席此举确实是高瞻远瞩。60年代苏联在陆地上封锁我们，美国在海洋上封锁我们，中国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时，香港真的就成为了我们唯一一条对外贸易的通道。如果当初听了苏联的鬼话，把香港收了回来，
那就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闭关锁国了。既然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有这么多的好处，那我们后来为什么要把它收回来呢？要知道，后来邓小平在香港问题上寸步不让的态度，就连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也无可奈何。为什么他就不能像毛主席那样搁置争议保持现状呢？那是因为此一时彼一时，邓小平时代解决香港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首先，邓小平执政时期，国家的大政方针已经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改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群众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对资本主义喊打喊杀。香港人与内地人之间最大的一道鸿沟已经消失无踪。统一之后，虽然还会因理念不同闹矛盾，但不致命。其次，邓小平执政时期，中美关系已经今非昔比。自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就已经放弃了过去对中国敌视封锁的做法，转而与我们联手共抗苏联。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中美关系更是进入了10年蜜月期。香港作为中国对外沟通的唯一窗口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其三，当年清政府跟英国人签订的那些租界条约也确实快到期。毛主席时代面对收复香港，还能以条约未到期为理由搪塞，比如他当初就是用这个理由搪塞苏联代表米高扬。到了邓小平时期，已经没办法再敷衍了。难道到期之后还要跟英国续约吗？这怎么跟国人交代呀？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时中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我们急需外部资金来华投资，拉动内地经济的发展，其首选目标自然就是在感情上与中国更为亲近的港澳台资本。要知道，伴随着资本到来的还有文化、思想和影响力。中国过去为什么公知横行、群魔乱舞，还不是因为外资在我国的影响力太大了。除了这点之外，香港发达的金融体系还是我们当时唯一一个可以现拿现用的融资平台。基于这2点考虑，香港说什么也不能继续放在英国人手上，否则哪天英国人起了坏心眼，将会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大损失。总而言之一句话，毛主席时代香港赖以保持现状的那些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香港回归势在必行。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